这阵法交给你来催动了，记住，一定要集中精神。紫薰衣对楚风说道。楚风不敢保证一定行，但我一定会尽力而为。楚风一脸凝重地说道。紫薰衣看着楚风，欲言又止，他忽然要转头，想要看向殷明朝，可是他却又没有那样做。猛然间，他转身了，向外行去。薰衣，你要去哪？你还在生我的气吗？见状，殷明朝则是开口问道。紫薰衣停了下来，却并未回头，对殷明朝说道：“你忘了我吧？”说完此话，紫薰衣便身形一动，瞬间便消失不见。此刻，殷明朝则是一脸呆滞，他有些搞不清楚状况。可是楚风却知道紫薰衣去了哪里，也知道紫薰衣是要去做什么。紫薰衣是深爱殷明朝的，可正因为他对殷明朝的爱如此彻底，才让紫薰衣对血灵妖族族长的惭愧越加的深刻。那种惭愧一定如同一把利刃一般，一下一下的割着他的心，让他难以承受。尤其是当他已经与血灵妖族恩断义绝之后，血灵妖族族长竟然还会来救他，甚至不惜以身犯险。紫薰衣真的被感动了，他内心的愧疚彻底爆发了，同时他的内心也真的被刺痛了。他不能不救殷明朝，可是他却也不能抛下血灵妖族族长，所以紫薰衣此去是与血灵妖族族长并肩作战去了。只是这一战生死难料，毕竟周孔两族还掌握着独有的阵法，这丫头就是任性。没事，等我出去后哄一哄她就好了。嘿嘿，楚风兄弟，我能否出去，可就靠你了呀。殷明朝对楚风笑嘻嘻地说道。楚风看得出来，他的这抹笑容是强挤出来的。当看到紫薰衣后，殷明朝的内心波动也是很大，甚至大到他难以掩盖自己的表情，越是尽力掩盖，越是漏洞百出。不过殷明朝也不知道此刻外面有多凶险，所以他只以为紫薰衣是在生他的气，生当年的气，却并不知道紫薰衣这一去生死难料，很可能他再也看不到紫薰衣了。前辈，我催动这阵法之后，还要你全力配合才行。楚风对殷明朝说道。放心吧，小子，这阵法我了解，你就来吧，该怎么做我知道。殷明朝很是豪爽地说道。见殷明朝应下，楚风则是赶忙盘坐而下，随后释放出自己的结界之力，开始专心致志，拼尽全力地催动这座阵法。当那阵法催动之后，一道金光便浮现开来，如同小型宫殿一般，将楚风与殷明朝一同封锁在了其中。时间流逝，眨眼之间便过了5个时辰。5个时辰之后，那如同球体一般的金色阵法终于消散开来。而此刻楚风抬头观看，他终于看到了殷明朝的样子。这名男子身高2米有余，身强体健，虽是中年男子的模样，却是满头长发。那头发太长了，算身高2米，可是头发却长大3米有余。除了一头极长的黑发之外，他还有着一嘴的络腮胡，那络腮胡也是极长，虽没有头发那般，可却也长达2米有余。而也幸亏有着这长长的黑胡子，因为楚风发现殷明朝竟然是一丝不挂，什么都没有穿。我能动了，我能动了，足足1000多年了，我殷明朝终于恢复自由了。这一刻，殷明朝仰天长啸，激动得不得了。而楚风更是能够感受到这殷明朝的气息，他的确是一位真仙，不仅是一位真仙，他还是一位2品真仙。前辈，您先穿上衣服吧，这样有点不雅。楚风自乾坤袋内随便取出一件自己换洗的衣服，丢给了殷明朝。哈哈，都是男人，怕什么？放心吧，我不喜欢男人的。殷明朝大咧咧地笑着，但说话间却也是将楚风给他的衣服穿在了身上。前辈，我们快走吧。楚风也是站起身来，对殷明朝说道。小兄弟，这一次我能够脱困，多亏了你啊，我要好好谢谢你。来，这2坛酒我是特意为今日而留，让我们干了它。殷明朝欣喜若狂，将2坛好酒捧在了手中，并且其中1坛递给了楚风。然而楚风却是无心接酒，而是一脸凝重地对殷明朝说道。前辈快走吧，再不走我怕紫薰衣前辈会有危险。薰衣他怎么了？他有什么危险？听得紫薰衣3个字，殷明朝顿时神色大变。此刻孔氏天族之中，周氏天族的人也在，我们是硬闯进来的，先前薰衣前辈出去应该是与他们交手，至于现在生死未知。楚风说道。该死！听得此话，殷明朝一把抓住楚风，随后便带着楚风向外飞掠而去。而在楚风的一番之路之下，殷明朝也是成功的避开了那卑阳山脉内的诸多杀阵机关，以最快的速度向外赶去。此刻的外边已经不再是白天，而是夜晚。在孔氏天族之中，浓烟滚滚，滔天的威压遮天蔽日，使得这本就有些暗的夜色变得越发昏暗起来。但是这场战斗似乎已经结束了。血灵妖族族长浑身是血，那身上的鳞片都掉了无数，他不仅鲜血淋漓，更是血肉翻腾，并且他的双腿已经不见了，那一身的伤势触目惊心。不过那些伤看着再令人痛心，终归只是皮外伤，对于修武者来说这不算什么。修武者最怕的就是本源受损，灵魂受挫，丹田被破。而血灵妖族族长眼下的情况，似乎那些最不该受损的地方全都受损了，他已是身负重创，根本就活不下去了，只剩下一口气而已。此刻的他就那样倒卧在紫薰衣的怀中，可是他却仿佛感受不到身上的疼痛一般，竟是一脸的幸福，正用那无比温柔的目光看着紫薰衣。而紫薰衣此刻也是身负重创，但他却根本顾不得身上的疼痛，而是看着怀中的血灵妖族族长，泪如雨下，因为他知道该受如此重创的本该是他，是关键之际。血灵妖族族长用自己的身体帮他挡下了这一击，是血灵妖族族长用自己的生命救了他。别哭！血灵妖族族长艰难地抬起手，用那剧烈抖动的手掌轻轻地将紫薰衣脸上的眼泪擦拭了下去。眼泪虽然被抹去了，可是在紫薰衣的脸上却留下了一抹鲜血，那是血灵妖族族长的鲜血。薰衣，对不起，我这不争气的身体把你的脸都弄脏了，
我知道你最爱干净了，可是薰衣，你不要怪我，我这一次真的不是有心的。血灵妖族族长满是歉意的说道，语气非常的虚弱，说话也是非常的吃力。别说话了，快将他服下。紫薰衣想将手中的丹药塞入血灵妖族族长的口中，可血灵妖族族长却是摆了摆手，艰难的说道：“我自己的身体我最知道，就算是天神下凡也救不了我。薰衣，我想告诉你，能够再看到你年轻时候的样子，我真的很高兴。虽然我知道你这年轻的样子不是因为我。”话到此处，血灵妖族族长便脑袋一歪，彻底的倒在了紫薰衣的怀中。真平，这一刻，紫薰衣发出了痛不欲生的咆哮。真平，你醒醒，我愿意嫁给你，你快醒过来，只要你醒过来，我就随你回妖灭窟，做你的娘子。我这一辈子都不离开妖灭窟了，我这一辈子都不离开你了，我这一生一世都和你在一起。你喜欢我现在的样子，我便一直是现在的样子，好吗？你醒一醒，你醒一醒好吗？只要你醒过来，我真的全都答应你。这一次我说话算话。紫薰衣满脸泪水，他此刻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话，是他发自肺腑的想法。只不过他的这些话，血灵妖族族长却再也听不到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死得彻彻底底。就在此刻，一阵掌声忽然传来，是周氏天族的族长。原来周氏天族族长以及孔氏天族族长，还有周氏天族的那5位太上长老，他们一直都站在这里。他们如同看戏一般，看完了先前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他们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的同情与怜悯，反而尽是挂着戏谑的笑意。真是一对苦命的鸳鸯啊！不过你也不用太伤心了，因为你很快就会与他在阴曹地府会面了。话到此处，周氏天族族长便举起手中的祖兵，向紫薰衣挥砍而去。这一击紫薰衣本可以闪躲，但他却并未闪躲，他似乎也不打算活了。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凶猛的斩击却自孔氏天族的深处飞掠而来。那道斩击非常的强，以一种不可能的速度飞掠而来，并且轻松的便将周氏天族族长的那道斩击给轰散开来。孔周小儿，你们可还认得本大爷？我……下一刻，一声充满怒意的咆哮之音响彻这方天地。那是瞬身观望，孔氏天族族长以及周氏天族的等人顿时神色大变，因为那位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殷明朝以及楚风。可是在他们的印象中，殷明朝可是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死了的，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你没有死？孔氏天族族长有些慌了问道。不仅是孔氏天族族长有些慌了，就连周氏天族族长以及周氏天族的那些长老也都慌了。虽然同是2品真仙，但是这殷明朝的战力可绝非紫薰衣与那血灵妖族族长可比。1000多年前，他们虽然战胜了殷明朝，可是他们为了那一战做了多少准备，付出了多少代价，唯有他们心里最清楚。现在他们与紫薰衣以及血灵妖族族长这一战已经耗费了不少体力，若是再面对殷明朝的话，就连他们也没有把握这一战是否能取胜。此刻殷明朝虽然怒火中烧，杀气滔天，可是当他看到紫薰衣后，却并没有立刻对孔氏天族以及周氏天族的人出手，而是身形一纵，带着楚风来到了紫薰衣的身旁。看着此刻那伤痕累累的紫薰衣，殷明朝气得咬牙切齿，因为他很心疼这个女人。楚风，帮我为她疗伤。殷明朝忽然对楚风说道。说完此话，殷明朝便身形手腕一转，一把金灿灿的大戟就出现在了手中。这金色大戟一经出现，竟顿时传来阵阵龙吼之音。原来那金色的大戟上面含着一条金龙，那金龙栩栩如生，如同真龙一般，威压四射。这把祖兵竟比楚风的疾风之刃品质还要好，盘龙战天戟，他的确是殷明朝，他居然真的还活着。感受到那祖兵的威压之后，孔氏天族以及周氏天族等人越发的相信眼前的男子就是殷明朝。人也许可以伪装，但是祖兵却无法伪装。感受到那独有的威压，他们确定眼前的男子就是殷明朝，因为那把盘龙战天戟传自远古，整个百炼凡界只此一件。当年在那座远古遗迹之中，无数人抢夺，却最终被殷明朝抢到了手中。布阵。此刻，孔氏天族族长大喝一声，随后先前对付紫薰衣所用的攻杀阵法便再度布置而出。虽然心惊不已，可是眼下孔氏天族以及周氏天族却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择与殷明朝一战。然而，哪怕他们尽力一战，却也是力不从心。孔氏天族与周氏天族虽然凭借此阵将紫薰衣打成重伤，将血灵妖族族长重伤致死，可是当他们面对殷明朝之际，竟是吃力的很。不过交手片刻时间，他们就已然落入了下风。殷明朝当真凶猛至极，就如同天生为战而生，凶残无比。殷明朝的战力很强，再加上孔氏天族与周氏天族的体力受损，看来他能够一个人对付他们。观察一番后，女王大人安下心来，因为眼下楚风的邪神剑被那所谓的镇魔兵符所克制，所以眼下楚风这个最强的保命底牌根本就无法使用。而血灵妖族族长已经死了，紫薰衣更是身负重创，眼下能够与孔氏天族一战的就唯有殷明朝了。今日他们能否活着离开此处，也全都靠殷明朝。殷明朝怒火中烧，一边厮杀一边咆哮，此刻的他就如同猛虎战群狼，无可匹敌。废物，欺负女子算什么本事？你们的能耐呢？使出来啊！用本事你们冲本大爷！使殷明朝的真的愤怒极了，而他之所以如此愤怒，却并非是当年被孔氏天族暗算，而是紫薰衣被打成了重创，那可是他深爱的女子啊，并且他很清楚，若是他再晚到片刻的时间，紫薰衣就将成为一具尸体。面对要杀他心爱女子的人，身为男人的殷明朝自然无法忍受，他早已做好了大开杀戒的准备。殷明朝还说我等废物，你消失1000余年，也不过2品真仙的修为而已，今日一战还是胜负难料。面对殷明朝的羞辱，孔氏天族族长也是不甘示弱，竟然出言讽刺。然而就在此刻，
殷明朝手中的盘龙战天戟劈斩而下，那光刃横扫而出，速度极快。孔氏天族族长躲闪不及，竟然被那道斩击将其右臂给劈斩而下，而那右臂所握着的祖兵也是随之脱落，一同落到了地面之上。废物，除了欺负女人，你一无是处。殷明朝讽刺地说道。可恶，被人如此羞辱。孔氏天族族长也是气得脸色涨红，可他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因为以7对1，他们都处于下风。若是1对1单打独斗的话，他的确不是这殷明朝的对手。血脉阵法布阵。这一刻，周氏天族族长忽然大喝一声，他此刻说出之后，自他的丹田之上竟然涌现出了一道光芒。而几乎当他说此话的同时，周氏天族那5位长老的丹田处也都涌现出了光芒。下一刻，那光芒竟自丹田飞掠而出，而那6道光芒体便交织在了一处。这阵法，看到那座阵法，楚风顿时目光一变，这座阵法他认识，这座血脉大阵，当初在楚风对抗孔氏天族的几位长老之时，他们也曾经使用过。这是一座能够召唤雷纹的阵法，不过这座阵法虽然强横，却也有着极大的代价，那就是燃烧生命。他们虽然能够破例的使用一些雷纹的力量，可却也要以寿命为代价才能催动这座阵法。当这座阵法施展而出的那一刻，楚风便知道这周氏天族与孔氏天族是真的要玩命了，这是他们最后的手段，他们要凭借着手段与殷明朝进行最后一搏。就在此时，孔氏天族的族长也是融入了血脉大阵之中。这一刻，在他们的额头之上都出现了一个人字的雷纹。当雷纹出现之后，他们的战力也是随之攀升。这种情况之下，原本占据上风的殷明朝居然立刻落入了下风。当日你有邪神剑在手，孔氏天族的那几个太上长老使用这血脉大阵，根本就没有看出有多强悍。可是今日再一看，这血脉大阵的威力还真不容小觑啊！也不知道殷明朝能不能抗得住。女王大人说道，到了真仙境，无论是天级血脉还是天赐神体，力量都被束缚了起来。简单的说，只要到了真仙境，无论你之前是何战力，无论你之前有何手段，都将一切归零。从真仙境开始，所有人都将平起平坐，无论是天级血脉也好，还是天赐神力也好，甚至什么特殊力量都没有的人也好，他们都将站在同一个起跑线，所以便难分伯仲。而这种时候，有谁可以稍微使用一下那被束缚的力量，战力就会瞬间提升，与他人拉开距离。不过这个代价也的确不小，他们根本无法长时间使用这血脉大阵，不知道殷明朝前辈能否坚持下去。楚风凭借天眼仔细观察，能够发现，虽然此刻凭借这个血脉大阵，孔氏天族占据了上风，但是他们的寿命正在急速流失，速度非常惊人。所以在楚风看来，只要殷明朝能够坚持得住，那么这一战取胜的还将是殷明朝。就算你们用这座阵法，今日也是必死。殷明朝虽然落入下风，可是他的劣势也并不大。愤怒滔天的他，甚至有着反压对方的气势，凭借着心中的怒火，凭借着强大的杀意，明明战局落入下风，可是气势上他反而是占据着上风。殷明朝前辈的实力果然非同小可，也不知道当年的他是如何败给孔氏天族与周氏天族的。楚风感叹起来，虽然同样是2品真仙，但楚风能够看得出来，殷明朝的战力的确很强，非其他人可比。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殷明朝才会被誉为是百炼凡界最有机会自战海川以及凯红大师之后统治百炼凡界的人，因为这殷明朝的确有着他的过人之处。依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就算继续消耗下去，孔氏天族与周氏天族也是必败无疑的，因为他们这血脉大阵不能长时间使用，可是短时间内又无法战胜殷明朝，就算消耗自己的寿命，也足以将自己消耗致死。虽说在殷明朝来之前，他们与紫薰衣和血灵妖族族长周旋的确耗费了不少体力，但根本不至于如此。归根结底，他们就是斗不过殷明朝的。可见当年他们能够战胜殷明朝，定是准备充分，使用了多种手段，否则根本不可能取胜。女王大人分析道，他也是越发的看好殷明朝。一群废物，血脉大阵又如何？没有了那些卑鄙手段，你们凭什么胜我？你们都要死，都要死！殷明朝越战越勇，不仅威压铺天盖地，那吼声更是震荡八方。孔氏天族的族人虽然早就躲到了避难的地方，可是却也被殷明朝的怒吼声吓得瑟瑟发抖。而这种情况之下，殷明朝的劣势也是越来越弱，他竟然要重新占据优势，哪怕是这血脉大阵也无法阻挡于他。蓝袍前辈，可否出面帮忙，助我等一臂之力？眼见着大势已去，周氏天族族长开口呼喊道：“蓝袍前辈！”听得此话，楚风顿时目光一动，他可是清楚的记得，当初给予孔斗墨渊毒药的就是一个身穿蓝袍的神秘人，是那个家伙在暗中对付他。莫非那个家伙真的在这里？楚风心中顿时没了底气。虽然殷明朝的战力很强，眼下的局势对他们来说非常乐观，可是那个穿着蓝袍的神秘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楚风并不知晓。但是按照推测，那蓝袍多半是来自上界之人，上界的人有很多，也不是每一个都那么强悍，甚至有大部分人连真仙境界都不是，甚至有许多人连五祖都没有达到。可是能够从上界来到凡界的，定然都非寻常之辈，能够搞到那种毒药的，更是有着一些手段。所以在楚风来看，那个蓝袍若是出手，怕是殷明朝也是不敌。不过好在那周氏天族族长一番呼喊之后，却根本没有任何的回应。这个家伙是在虚张声势吗？这种情况，殷明朝怎么会被他几句呼喊吓跑？未免太低级了吧？女王大人还以为周氏天族族长是在虚张声势，不由得讽刺起来。未必是虚张声势，他们能够破开我们的隐身避仙阵，并且还有那束缚我邪神剑的镇魔冰符，一定都不是巧合，怕是真的有人在暗中帮他们。楚风说道：“你的意思是，那个蓝袍现在真的就在这里？”女王大人也是有些慌了，毕竟她也深深的知道，那个身穿蓝袍的神秘人是一个很危险的存在，不好说，我也不能确定。
因为我根本就感觉不到他的气息。这只能说明2种情况，一种是他根本不在，另一种就是他的实力超出了在场的所有人。但我能够确定的是，他们能够破开我的隐身避仙阵，一定是那个蓝袍给予的帮助，那阵魔兵符也一定是那个叫做蓝袍的神秘人所赐。楚风说道：“没用的，他不会帮我们。”孔氏天族族长说道：“为什么？为什么不帮我们？难道我们不是同一阵营吗？我们不是都要对付那楚风吗？”周氏天族族长说道：“果然是冲着我来的吗？”听得此话，楚风眉头紧皱，只是这一句话他就清楚，那蓝袍真正想对付的人原来是他，那家伙一定很强，至少实力要比英明朝前辈强。可是他如此实力，为何不直接对我出手，反而要暗中帮着孔氏天族的人，借助他们的力量对付我？楚风脑中不停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他不确定是对方不屑亲自出手，还是他不能出手，又或者说他只是觉得这样好玩，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听着，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以我为营，用那一招。孔氏天族族长对周氏天族族长说道。听得此话，周氏天族族长顿时神色一滞，有些不敢相信孔氏天族族长所说的话。而周氏天族族长的那5位太上长老更是面露惊慌之容，真的要用那一招？若是用了，可就没有回头路了。周氏天族族长说道：“我说了，以我为营，要死也是我死，你怕什么？继续消耗下去，我们都要死。我们死之后，我的孔氏天族要亡，你的周氏天族也要灭，你想过吗？”孔氏天族族长愤怒地说道：“族长大人，万万不可呀！不能用那一招，我们修为不够，就算是以孔氏族长为营，可是以我们的修为也会死的，我们会死的。”这一刻，一位周氏天族的太上长老一脸惊慌地说道：“闭嘴！为了我族延续下去，我们的死又算得了什么？”与此同时，周氏天族另外一位太上长老开始训斥那位劝阻的长老，并且还对族长说道：“族长大人，就按孔氏族常说的做吧，为了我族，牺牲我等性命算不了什么。族长大人，做吧，我们不怕死。族长大人，三思啊，三思啊！”在此之后，其他3位长老则是有人劝阻，有人接受。而此刻，周氏天族族长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一抹狠色。孔氏，接下来可就靠你了。说完此话，周氏天族族长便大喝一声，而他此话说完，他的丹田之上便闪烁出了一抹奇异的光芒。啊！下一刻，站在他身后的5位太上长老则同时发出了痛不欲生的叫声。不，住手！族长大人住手！那些先前求饶的太上长老不停地劝阻着，他们此刻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了，仿佛已经被周氏天族族长所控制一般。但是周氏天族族长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摄阵法！这一刻，楚风注意到，此刻无论是周氏天族族长，还是周氏天族的那5位长老，他们丹田处所涌动出的光芒体是夹带着9色雷霆的，而这9色雷霆之前是没有的。最重要的是，当那雷霆被抽离之后，周氏天族族长以及周氏天族的长老就仿佛某种重要的东西被抽离了一样，他们的身体正在急剧的老化，肌肤变得干枯无比。尤其是那周氏天族的5位长老，不过眨眼之间已是变得如同干尸一般，就仿佛整个人所有的精华都被吸干了一般，甚至就连他们的肉身也是缩小了不少。他们是在用禁忌的手段，这才是他们的最后一搏。楚风心中暗叫不妙，因为他发现从周氏天族等人身体中抽离的力量正在向孔氏天族族长汇集而去。此刻，孔氏天族族长额头之上的雷纹不仅越发明亮，在他的身上更是出现了道道雷霆，那雷霆缠绕着他，如同铠甲一般覆盖了他的身体。这是雷霆铠甲，虽然是不完整的雷霆铠甲，但身为天级血脉拥有者的楚风却一眼就看了出来，这的确就是雷霆铠甲。孔氏天族族长为了掩护其他人等人布置此阵，一直在独自一人牵制着英明朝。起初他非常的吃力，甚至根本就不敌，但是随着那雷霆铠甲越聚越多，他的气息也是变得越来越强。啊！猛然之间，孔氏天族族长发出了一声咆哮，随后他手中的兵刃越发的凶猛，虎虎生风，震动虚空。虽然只是一只手臂，可他竟然能够与英明朝抗衡，他竟然能够凭借一己之力与英明朝一战了。最重要的是，当他发出咆哮之际，那自周氏天族等人吸取雷霆的速度越来越快。这种情况下，孔氏天族族长的战力也越来越强。现在他不仅能够凭借一己之力与英明朝一战，他更是占据了上风。不过很快的，周氏天族那5位太上长老所发出的惨叫声也是越来越淡。终于，那雷霆不再从他们的丹田涌出，而他们原本散发光芒的丹田也是失去了光芒。随后，他们竟然同时失去御空之力，摔落在了地上，死了。此时此刻，周氏天族的5位太上长老5位一品真仙全部都死了，并且他们的死状非常的恐怖，就如同是被熏烤2感致死，身上没有一丝精气。观察之后，楚风也是神色一动，凭借天眼，楚风能够看到周氏天族的5位太上长老，他们居然连身体上的本源都被炼化了。原本身为修武高手，就算死了，可是他们的骨骼也会异常的坚固，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强大的修武者死后，他们的骨骼都会成为至宝，比寻常的兵器还要坚硬。但是现在，周氏天族的这5位太上长老，他们的骨骼不仅如同普通人一般，甚至比寻常人的骨骼还要不如，因为他们的骨骼竟然全部都是粉碎的，是粉碎状。这禁忌之法太可怕了。楚风此刻看向了周氏天族的族长，此刻他的丹田处也不再涌现出那雷霆，并且丹田也不再散发那光芒。不过他并非是如同那5位太上长老一般，是身体的能量被吸干了，而是他主动停止了那禁忌之法。可能是修为的关系，也可能是因为其他某种原因。此刻的周氏天族族长不仅还站在虚空之上，他的修为也没有减少，他依然是一位2品真仙。可是此刻的他却也是如同干尸一般，头发都掉没了，
这周的肌肤紧紧地贴着骨骼，就仿佛他已经没有了血肉。双眼塌陷，一眼望去，他就像是一个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死人，很是恐怖。而虽然修为还在，可是他的气息却很卑微，就如同身负重创一般，已经没有办法再加入到孔氏天族族长与英明朝的战斗之中。由此可见，虽然他没有死，可是先前所使用的禁忌手段对他的伤害也是极大。但是楚风注意到，虽然5位太上长老死了，5位情同手足的兄弟死了，可是在周氏天族族长的脸上不仅没有一丝悲伤，反而在他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英明朝，你一定不会想到，为了胜你，我们宁愿牺牲自己。今日死的不会是我们，而是你。就算你是天才又如何？今日还不是栽在了我们手中，并且这是你第2次栽在我们的手中。周氏天族族长用那虚弱的声音说道，虽然很是虚弱，可是他这话语之中却是满满的得意。他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必胜无疑一般，在一旁看起了热闹，看着英明朝是如何败的。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血光猛然飞起，周氏天族族长的一道斩击竟然击中了英明朝。这一击被击中，英明朝不仅没有发出疼痛的哀嚎，反而发出了一声咆哮，就如同这一击唤醒了他的斗志一般。他反而越战越勇，可是没用了，他的战力已经被孔氏天族族长绝对的压制。在此之后，英明朝不断的被孔氏天族族长击中，这种情况之下，英明朝很快便伤痕累累，血肉翻腾，鲜血不断的顺着他的身体流淌而下，口口声声叫人废物，搞了半天最废物的那一个是你，什么战海川与凯宏大师的接班人，皆是扯淡。孔氏天族族长讽刺的说道。哇！英明朝猛然之间发生一声怒吼，随后手中的盘龙战天戟横空一斩，下一刻竟然传来一声怒吼，那盘龙战天戟之上所盘着的金龙竟然自盘龙战天戟之中飞掠而出，一切太快了。又因为此刻孔氏天族族长与英明朝的距离极近，竟直接被那条金龙给顶了出去，并且那金龙竟然开始扩大，速度极快，只是一瞬间，那条原本几米长的金龙就化作了千余米的巨龙横空而现，金芒闪闪，如同金子打造而成，可它散发的威压却是异常强悍。最重要的是，那金龙竟然一口便将孔氏天族族长给吞了下去。糟糕，差一点忘记他还有这一招。此刻周氏天族族长顿时面如死灰，苍老的眼中涌现出了惊慌之色。时间太久了，他竟然忘记英明朝那把盘龙战天戟之所以厉害，就是因为它有着胜过其他祖兵的力量，而先前的金龙便是那盘龙战天戟独有的武技，那可以说是一种祖境武技，但因为是与盘龙战天戟完美的融合，所以只要能够施展而出，便会发挥出远远胜过寻常祖境武技的威力。眼下孔氏天族族长被那祖境武技正面击中，显然是凶多吉少。哇！这一刻，英明朝仰天长啸，发出一声怒吼。当他发出怒吼之际，他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竟然开始不断的往出流血。而与此同时，那条金龙的威压也是越来越强。见此情形，楚风眉头一皱，他并不知道那金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猜测这应该是一种祖兵与祖境武技的结合。不过看现在的情况，这武技虽然厉害，但是对英明朝的负担却也是极大。忽然之间，一声巨响传来，漫天的金光如同金色的雨点一般洒满了天际，那条金龙竟然爆炸开来。这一刻，英明朝则是猛然半跪在了虚空之上，看他气喘吁吁的样子，先前的手段的确是对他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而楚风还注意到，英明朝手中的盘龙战天戟伴随着那天上的金光倾洒而下，接触到那盘龙战天戟之后，那条金龙竟然又渐渐的恢复了。这盘龙战天戟果然是一把神奇的祖兵，品质的确要在楚风的疾风之刃以及炎龙大剑之上，只有这种程度了吗？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当这个声音结束之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神色大变，是孔氏天族族长，他居然没死。虽然此刻的他也是身带伤痕，甚至浑身是血，可是他的气息却依然浑厚。就在这时，孔氏天族族长身形猛然移动，手中的祖兵对准英明朝的丹田便刺了过去。见状，英明朝赶忙闪躲，但他可能因为先前的一击造成了极大的负担，所以速度也是变得迟缓了许多。噗的一声，孔氏天族族长的祖兵便洞穿了英明朝的身体，洞穿了英明朝的丹田。不过英明朝毕竟是真仙，到了这种境界，就算破了丹田也不会损坏修为，真仙境就算肉身彻底毁掉也不会死去，修为也不会减少，这是一个超脱了人类极限的境界，是一个仙的境界。可是孔氏天族族长手中的祖兵显然夹带着特殊的力量，那道道雷霆涌动，顺着祖兵很快便覆盖了英明朝的全身。英明朝也是疼得嘴脸一阵扭曲，但是他却连一个痛字都没有说来，而是紧咬牙关，就那样强忍着。此人果然是一个铮铮铁汉。可就在这时，孔氏天族族长竟然将手中的祖兵猛然提了起来，而英明朝也被他提了起来。英明朝，你不是杀气冲天，你不是很想杀我吗？我现在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来杀我呀！来，杀了我！孔氏天族族长一边说着讽刺的话，一边搅动手中的祖兵，刺痛英明朝。但是英明朝却仍然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一个痛字都没有说。忽然之间，他张开了嘴巴，一大口口水便吐在了英氏天族族长的脸上。呸！废物！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手段，当你这股力量消失之后，你也活不了，你将身形俱灭。英明朝说道。是，你说的对，我已经必死无疑，可我死之前能杀了你。孔氏天族族长说道。然而就在这时，两道匕首旋风却是忽然自下方飞掠而来，向那孔氏天族族长攻了过去。是子薰衣。此刻子薰衣的伤势在楚风的治愈下已经好了大半，而不管他在如何的痛心，却也绝对不会允许
孔氏天族族长杀了殷明朝，所以他再度出手了，并且可能是因为想救自己心爱之人，所以他这一次的出手竟比先前那次的气势还要强。哼，自不量力。然而再一次面对紫薰衣的最强杀招，那孔氏天族族长却是轻哼一声，随后只见其大袖一挥，只听锵啷啷的一声，紫薰衣的2个祖兵匕首竟然直接被弹飞开来，就这样轻描淡写的便将紫薰衣的最强杀招化解。就在这时，孔氏天族族长探手一抓，紫薰衣便发出一声惨叫，孔氏天族族长竟然隔着虚空抓住了紫薰衣的脖子，并且直接将紫薰衣抓射到了他的身旁。住手！见此一幕，殷明朝大喝起来。然而他越是紧张，孔氏天族族长的嘴脸便越是得意。他看着殷明朝说道：“差点忘记告诉你，我不仅能杀了你，我还能杀了你楚风以及这个女子。”哟，仔细一看，这个妹子长得还真是不错，难怪你与血灵妖族的那个家伙都这么在乎她。话到此处，殷氏天族族长便将目光投向了紫薰衣，并且不知故意还是发自内心，在他的眼中竟然涌现出了星号的目光。随后他又看向了殷明朝，说道：“殷明朝，这么标致的女人，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睡过。不过没关系，我虽然必死无疑，可我还有些时间，我准备在这段时间让你看场好戏。你想做什么？”殷明朝愤怒地咆哮起来，在他的眼中流露出了紧张的神色。我想做什么？我想当着你的面玩弄的你女人。孔氏天族族长说此话之间，便一把抓向了紫薰衣的左肩，随后只听撕拉一声，便将紫薰衣的一块衣服给撕扯了下来。我要宰了你！见此一幕，殷明朝的眼中忽然爆发出了极为浓烈的杀意。可是奈何，此刻的他已经完全掌握在了孔氏天族族长的手中，任凭他在愤怒，任凭他在挣扎，可始终只能挂在孔氏天族族长手中的祖兵之上，却根本没有力气去对孔氏天族族长如何。愤怒了吗？愤怒吧，我就是要当着你的面玷污你的女人。孔氏天族族长说完此话，便又探出手摸向了紫薰衣。然而就在这一刻，天际之上忽然传来一声刺耳的轰鸣，下一刻竟然乌云滚滚。与此同时，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也是自殷明朝的体内散发而出。看着此刻的殷明朝，孔氏天族族长顿时神色一滞，他惊愕地发现，此刻殷明朝的眼中不仅涌动着滔天的杀意，在殷明朝的眼中涌现出了忧虑的光芒，那种目光根本不像是人，就如同是猛兽一般。不仅如此，就连虚空之上那滚滚翻腾的乌云之中，竟然也涌现出了幽绿色的光芒。这一刻，殷明朝的手一把抓在了那插入自己身体的祖兵之上，随后只见血肉翻腾，他正在硬生生的将那把祖兵从自己的体内往出拔。见此情形，孔氏天族族长赶忙紧握那把祖兵，努力的想将那祖兵再度插入殷明朝的体内。可是奈何，他竟然无法抗衡殷明朝。此刻殷明朝的力量完全压制了他。枪！猛然之间，鲜血四溅。殷明朝不仅将那把祖兵拔了出来，更是直接将那把祖兵从孔氏天族族长的手中抢了过来。与此同时，天际之上的轰鸣越来越刺耳，就连大地也是随之震动起来。那乌云之中的碧绿色光芒越来越盛，隐约之间，楚风竟从那滚滚黑云之中看到了一只猛兽的嘴脸。那嘴脸非常的大，几乎遮蔽了整片天空，覆盖了整个孔氏天族。那似是一只狼，可它所散发的气息却比狼要凶狠得多。天极血脉，楚风目光一动，虽然此刻天极之上的碧绿色光芒给人一种压抑却阴冷的感觉，但是楚风却能够感受得到，那其实是天赐神力。可是到了真仙境，无论是天极血脉的力量也好，还是天赐身体的力量也罢，都会被束缚。现在殷明朝竟然能够使用天极血脉的力量，这充分的说明殷明朝已经解开了束缚。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使用天赐神力？眼下孔氏天族族长也是慌了，他脸色苍白，身体发抖，正在不停的向后退去。他能够感觉到殷明朝此刻的气息已经完全盖过了他，那气息太强了，是2品真仙境的巅峰，似乎除了3品真仙，已经无人能够与他抗衡。我要你付出代价！殷明朝咬牙切齿的说道。这一刻，孔氏天族族长更慌了，他惊愕的发现，殷明朝毕竟眼睛幽绿，如同猛兽一般，竟然他的牙齿也是萦绕着幽绿色的光芒，并且他的牙齿竟然也如猛兽一般尖锐。可是孔氏天族族长非常清楚，殷明朝是人类，他不是猛兽，更不是妖族，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类。该死！忽然间，孔氏天族族长猛然转身，他竟然想要逃跑。而就在这时，殷明朝如同野兽一般，自半空之上一跃而起，竟然直接扑向了孔氏天族族长，速度太快了，瞬息来到了孔氏天族族长的身后，直接将孔氏天族族长扑倒。2人从高空之上直接摔落而下，落到了地面之上，随后一口便咬向了孔氏天族的脖颈。啊！刹那间，鲜血纷飞，孔氏天族族长更是发出了悲惨的叫声。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1口、2口、3口、10口、100口，殷明朝就像是真的被猛兽附体了一般，他用自己的牙齿不断的撕咬着孔氏天族族长的肉身，而他的牙齿也似乎能够带来难以忍受的痛楚，所以孔氏天族族长的哀嚎更是传遍了整个孔氏天族。只是眨眼之间，孔氏天族族长的身上的肉都被啃光了，可殷明朝却依然没有停止，他居然去咬孔氏天族族长的骨头，硬生生的将他的骨头给咬断开来。他对孔氏天族族长的恨太深了，仿佛唯有喝了他的血，吃了他的肉，才能化解心中的愤怒。明朝，你！此刻楚风注意到紫薰衣的目光也是极其复杂，显然在这一刻他也被触动了，因为殷明朝会这般，都是因为他，而这也侧面的表明了他在殷明朝心中的重要性。该死的！周氏天族族长眼见大事不妙，转身便向远处逃遁而去。楚风，那周氏族长跑了。女王大人赶忙提醒道。
随他去吧。其实这一幕楚风也见到了，但是楚风却并未理会。首先，楚风他没有那个实力去留住周氏天族族长，就算对方此刻实力大损，但终究是2品真仙，仍然是楚风所无法战胜的。至于殷明朝，此刻已经被怒火冲过来头，他的眼中只有孔氏天族族长，根本就无暇顾及其他。甚至就算此刻楚风提醒他，殷明朝也不会理会楚风。楚风非常理解殷明朝此刻的状态，他已经进入了暴走模式，他已经进入了癫狂的模式，他彻底被愤怒占据了灵魂，他已经不再理智了。他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让孔氏天族族长付出代价。至于其他的事情，他根本就不管。而紫薰衣显然现在的他也没有心情去顾及那周氏天族族长，况且他也身负重创，就算真的去留周氏天族族长，也未必就留得下来。所以这种情况下，楚风宁愿让那周氏天族族长逃走，也不想再有人受伤。然而就在此刻，那被撕咬的血肉模糊，甚至连骨头都碎了的孔氏天族族长，却是忽然大笑了起来。你折磨我吧，你再怎么折磨，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反正也活不了多久了。孔氏天族族长讽刺地说道。他反正也活不了了，所以便破罐子破摔了起来。听得此话，殷明朝反而愣在了那里，停止了对孔氏天族族长的撕咬。没人知道此刻的殷明朝究竟在想着些什么。殷明朝哪怕是最后你奈何不了我，我的命运仍然是由我自己所掌控。见殷明朝如此，孔氏天族族长笑得更为疯狂。虽然他要死了，可是在他看来，这场战斗他并没有失败，他更像是一位胜利者。那我就在你临死之前灭了你全族。就在此刻，殷明朝冷冷地开口了。听得此话，孔氏天族族长顿时发出了一声无比惊恐的声音。他怕了，他非常的害怕。他已是必死之人，对自己的生死根本就不在乎了。可是孔氏天族却依然是他的牵挂，甚至他甘愿牺牲自己，为的就是能够保住自己的孔氏天族。殷明朝，不要，千万不要！是我不对，一切都是我的错。当年所作所为是我的错，今日所作所为依然是我的错，这与我族人无关，他们都是无辜的，你千万不要对他们出手。孔氏天族族长慌乱之下，竟然开口求饶。可是殷明朝却根本就不理会孔氏天族族长，他缓缓站起身来，对其说道：“你就给我睁开眼睛，仔细的看着吧。”殷明朝说完此话，他的身上便散发出幽绿色的光芒。轰！那幽绿色的光芒以殷明朝为中心，如同飓风一般席卷开来，所过之处万物尽毁。只是顷刻之间，这整个孔氏天族便被夷为了平地。不！孔氏天族族长发出了无比愤怒的咆哮，而那咆哮不仅充满了愤怒，还充满了悲痛。因为那原本建筑无数、大气磅礴，宛如人间仙境的孔氏天族，此刻如同人间地狱一般，浓烟滚滚之下，是那尽数被摧毁的建筑，哪怕是多重结界，也未能阻挡先前的威势。在那建筑之下，更是死尸无数，无论男女老少，该死的都死了。除了先前逃离孔氏天族的人，全部都死了。先前那一击对孔氏天族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先前的冲击太强，楚风也是被震得有些昏了头。当他再度睁开眼睛，才发现此刻孔氏天族的惨状。这一刻，楚风忽然想起了当初楚家被灭门的场景。可是楚家不过是一个小家族，而这孔氏天族又是怎样的庞然大物？那么多生命，只在一瞬间就全部被抹杀，这等惨烈的程度，绝对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他们咎由自取。紫薰衣对楚风说道：“原来先前那一击是紫薰衣挡在了楚风的身前，否则恐怕楚风也未必能够从先前的震荡中存活下来。我要杀了你！”猛然之间，一道光芒体自孔氏天族族长那惨不忍睹的躯体掠出。此刻的光芒体为金色，金芒闪闪，蕴含着极为强大的力量，并且他是孔氏天族族长的原来模样。从他的表情中，楚风能够看到他是多么的愤怒。不过这也难怪，孔氏天族族长虽然人品不怎么样，可是他对自己的家族却是非常的重视，否则也不会为了守护家族而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现在他的家族已经不在了，他最想守护的东西没有了，他已经一无所有，怎能不怒？然而面对那杀气腾腾的孔氏天族族长，殷明朝只是手掌向前一弹，便一把掐住了孔氏天族族长的咽喉。只是这一掐，孔氏天族的族长便如同被抓住了命门一般。尽管眼下的他依旧是一脸的愤怒，一脸的杀意，可是他所散发的威势却是远不如先前。去与你的族人陪葬吧。说完此话，殷明朝的掌心猛然握紧，只听砰的一声，孔氏天族族长所化作的光芒体便被捏得四分五裂。紧随其后，孔氏天族族长的气息也是消失了，他死了。随着那一声闷响，他已经彻彻底底的死了。此刻的殷明朝似乎也恢复了冷静，他扫视了一眼周围，从他的目光中，楚风看到了一丝后悔。倒也正常，殷明朝并非大恶之人，若不是先前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也不会杀那么多无辜的生命。无辜，当然无辜。不管孔氏天族的族长做了什么，不管孔氏天族之中有多少恶人，可是孔氏天族之中也终究有好人，甚至还有许多刚出生的孩子，他们死的当然无辜。可是修武者的世界就是这般残酷，弱肉强食，恩怨纷争，实力便是一切。弱者死了都没有地方去讲道理。今日是孔氏天族败了，所以在他们的头上降下了灭族之灾。但是1000多年前呢？当殷明朝败下的时候，英雄城经历了什么？楚风也是完全能够想象得到的。当年的英雄城也一定遭遇了灭顶之灾。虽然有些后悔，但殷明朝并未一直停留在那里，而是赶忙来到了紫薰衣的身旁。薰衣，你没事吧？快将这丹药服下，我来为你疗伤。殷明朝一把搀扶住了紫薰衣，并且将一颗丹药送到了紫薰衣的嘴边。与此同时，他手掌之中一重又一重柔和的结界之力正融入紫薰衣的体内。殷明朝果然非常的紧张紫薰衣，然而
紫薰衣却是身子一甩，挣脱了殷明朝的双手。薰衣，你还在生我的气吗？殷明朝紧张地问道。明朝，今日来救你是我自愿的，可是真平他却是无辜的，抱歉，我不能再与你见面了，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从此我们两不相欠。紫薰衣说话间，将血淋真平的尸体抱了起来。薰衣，等一等。见状，殷明朝则是赶忙拦在了紫薰衣的身前。此刻的他有一肚子的话想要说，可是看着此刻的紫薰衣，看着紫薰衣怀中的血淋真平，他却又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可是他不想紫薰衣走，因为他知道这一分别很可能就是一辈子。于是他咬了咬牙，还是开口了：薰衣，我后悔了，我不该贪图名利，我不该痴迷修武，我当年的选择是错的。可是你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薰衣，我们一起走吧，你去哪，我便去哪，这一辈子都不分开了。这些话，殷明朝说得很深情，并非伪装，而是发自肺腑。可是这些话，他又说得有些胆怯，可能是他害怕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却被紫薰衣拒绝。紫薰衣愣在了那里，楚风能够看到他的眼睛又红润了，两行愣地又自他的脸颊滑落而下，他哭了，哭的身体都在抽搐着，颤抖着，能够想象此刻的他的内心在做着怎样的挣扎。眼前的男子可是他深爱了1000多年的人，他最想相守一生的人，然而他却放不下血灵妖族族长。虽然他对血灵妖族族长并没有爱，可是却有着深深的愧疚。你若真的在乎我的感受，便放我走吧。许久后，紫薰衣开口说道。说这话的时候，紫薰衣是笑着说的，并且目光也在看着殷明朝，那抹笑容可能是装的，可却也像是他放下了些什么。旁观者清，楚风能够确定紫薰衣是强颜欢笑，他放不下殷明朝，可是殷明朝却犹豫了。他自然在乎紫薰衣的感受，所以他不想违背紫薰衣的意愿，更不想勉强他，所以他站到了一旁，为紫薰衣让开了一条路。他将一道通信符册给了紫薰衣，说道：将他留在身旁，若是遇到什么麻烦，通知我。不必了。紫薰衣说完此话，便抱着血灵真平的尸体掠上了高空，他离开了。而殷明朝则是愣在了原地，他的动作都没有改变，还伸着那只递出通信符的手，手中还捧着那个通信符。许久，可就在这时，一阵清脆的掌声忽然响起。顺着掌声观望，楚风顿时目光大变，他惊愕地发现，在那掌声传来的方向站着一道身影。这个人明明就站在那里，可是楚风却丝毫没有察觉。若不是那掌声响起，楚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那里居然还站着一个人。而楚风之所以如此吃惊，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实力强悍，更是因为这个人身穿一件蓝袍。这件蓝袍与孔窦墨渊所说的那个人一模一样，还真是痴情啊！这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深情的三角恋，两个男子都这么爱一个女子，只可惜最后却都没能得到她。悲惨，真是悲惨，可怜，着实可怜。那身穿蓝袍的神秘人淡淡的说道，就如同刚刚看了一场好戏，现在终于能够评价了一般。找死！殷明朝勃然大怒，猛然一掌轰出，一道仙级武力便在那蓝袍人所在的方位炸响。火气这么大，倒也情有可原，毕竟若是我的女人和其他人跑了，我也会生气的。然而那蓝袍的声音却再度响起。当那涟漪扫去之后，殷明朝也是目光一动，眼中涌现出吃惊之色。那蓝袍人还站在先前所站的位置，并且此刻的他毫发未损。突然之间，殷明朝拔空而起，竟然手握盘龙战天戟，直接向那身穿蓝袍的神秘人劈斩而去。然而只见那身穿蓝袍的神秘人手臂一横，那散发着磅礴威压的殷明朝就如同被他控制了一般，直接从高空之上落在了地面会上，竟然一动也不能动。强大如殷明朝，在这蓝袍神秘人的面前，竟连还手的力气都是没有。这家伙此刻楚风眉头紧皱，如同他所猜测一般，这个神秘人非常的强，强大到了百炼凡界无人能够与他抗衡。他一定是来自上界的高手，而如同他这样的高手，在这百炼凡界之内，便是如同神灵一般，可以真正的做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为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就如同一只猛虎来到了鼠群之中，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年轻人火气大不要紧，但是撒火要找对人。你应该庆幸本尊的脾气改了，否则呀，你早就死了。那身穿蓝袍的家伙对殷明朝说道：你为何要对付我？就在此时，楚风开口了，他很清楚这蓝袍的目标不是殷明朝，而是他。你倒是聪明。蓝袍人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目光之中有着些许戏谑之色。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父亲可叫楚轩辕？蓝袍人问道。楚轩辕？楚风心中一紧，对方果然是冲着他来的，但没有想到竟然与他的父亲有关。他不是楚轩辕的儿子，不过是与楚轩辕的儿子同名而已。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随后一道身影也是站在了楚风的身前。金鹤真仙。这位忽然出现的人乃是金鹤真仙，那便是认错人了。蓝袍人笑眯眯地说道，并且说话间也是放开了那束缚殷明朝的手。你也不是没有听说过，楚轩辕的儿子早就死了，就算他活着也没有天级血脉。金鹤真仙说道。这我自然知道，我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只是单纯的不喜欢这个名字罢了。那蓝袍说道，你该离开此处了，否则休怪我告诉你的主人。金鹤真仙说道。金鹤真仙，你可不要造谣生事，我可从来没有违背过我家大人的意愿。蓝袍人说道。那他是怎么回事？金鹤真仙看向了那还躺在地上的殷明朝，他对我出手，我总不能站着挨打吧？何况你看看，我可有伤到他一分一毫。蓝袍狡辩的说道。尽快离开百炼凡界，不许再寻楚风的麻烦，否则我一定不会放过你。金鹤真仙凝重的说道。别担心，我这就离开。这个破地方一点也不好玩，不过废物倒是挺多。话到此处，那蓝袍扫视了一眼楚风与殷明朝，虽然便发出了一阵大笑，一边笑着一边向远处走去。他是缓步而去，可却一步数万米，眨眼之间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他的笑声却还回荡着，甚是讽刺。可是最让人无力的是，在他的面前，楚风这些人的确与废物没有两样。换个地方说话。金鹤真仙看向楚风，说话间大袖一挥，这一刻，楚风只感觉周围的景物一阵变化。当一切恢复之际，楚风惊愕地发现，他已经身处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一座丛林之中，距离孔氏天族非常的遥远。你没事吧？金鹤真仙对楚风说道。没事。楚风摇了摇头，随后对金鹤真仙问道：前辈认识那人？金鹤真仙点了点头，随后说道：关于他的事，你不必多问，他以后不会再寻你麻烦了。可是他为何要找我的麻烦？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楚风说道。如非要说的话，便是因为你是天级血脉，并且还叫楚风。金鹤真仙说道。这怎么了？楚风试探性地问道。他很想知道，其实他是想知道那个人与他的父亲有着怎样的过节，因为他已经知道那个身穿蓝袍的神秘人之所以要对付他，其实是因为他的父亲。他先前问你是不是楚轩辕的儿子，而那个叫做楚轩辕的人曾带给他一生难以抹去的耻辱，因此他便怀恨在心，仅此而已。金鹤真仙说道。楚风，看来你父亲的仇家很多呀。女王大人笑眯眯地说道。是啊。楚风随之附和，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害怕，反而有些兴奋，甚至自豪，那些都是他父亲的仇人，并且曾在他父亲手中吃过亏，这便说明他的父亲很强。有这样一个强大的父亲，楚风自然引以为傲。前辈，那是否先前你一直就在孔氏天族之中？先前所发生的一切，你都看到了？楚风忽然问道。在他看来，金鹤真仙并不知道他的行踪，所以应该不知道他今日会来这里才对。楚风猜测，金鹤真仙应该是调查到那蓝袍想要加害楚风，害怕蓝袍对楚风出手，所以他一直暗中监控着那蓝袍的行踪，所以才会出现在这里。而若是这样的话，那么金鹤真仙应该比楚风还要先来到这里。我追随蓝袍而来，不过楚风，希望你不要怪我，我们上界之人本就不该插手凡界的事情。况且浩瀚天外何其大，杀戮在各处都在发生，若是没遇到这种事都要阻止，那便无需再做其他事了。孔氏天族死的那些人的确有些无辜的，可是这就是他们的命，谁让他们生在了孔氏天族？金鹤真仙说道。前辈不必多虑，楚风知道您的苦衷。虽然金鹤真仙眼睁睁地看着英明朝将孔氏天族夷为平地，能救不救，但是楚风却也并没有责怪金鹤真仙的意思，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楚风没有资格去要求任何人。其实今日遇到也是正好，不然我也准备去寻你。金鹤真仙说道。前辈是有什么事情吗？楚风问道。我要离开这百炼凡界了。金鹤真仙说道。前辈要离开，您要去哪里？楚风问道。去哪里还没有定，总之你我若是再见，怕是不知何时了。不过王强你也不必担心，我在他身上布置了阵法，那阵法只有从内才能解开，从外无法打开，至少这百炼凡界之中没有人能够打开，所以在王强彻底醒来之前，他不会发生任何事。而你拿着这个，可以将那座阵法转移。金鹤真仙将一个令牌递给了楚风，这个令牌很是特殊，是由结界之力凝聚而成，说它是令牌，可又有些像钥匙。多谢前辈，前辈对我等的帮助，晚辈铭记于心。楚风说道。不要说这些，当日若不是我动了贪念，要你帮我去取那封神主简，你的精神力也不会造成伤害。说到这里，金鹤真仙的脸上涌现出了一抹惭愧。楚风，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这百炼凡界？你现在的修为已经可以去上界闯荡了，上界虽险，可机会也是更多。以你的天赋和胆识，进步会更加迅速，远比留在此处浪费时间的要好。要不随我一同走？金鹤真仙忽然说道。进入上界的登天梯不是有修为要求吗？我的修为显然还不够啊。楚风淡淡的笑道。他知道在这百炼凡界内有着多个登天梯，那都是通往大千上界的入口，不过想要进入大千上界却也有着修为的限制，那便是必须达到真仙境才可以，要求也是相对的。老夫带你去，无需真仙境也能带你进入大千上界。金鹤真仙说道。前辈的好意晚辈心领了，只是晚辈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前是不会离开的，况且我和周氏天族的恩怨还未了结。楚风说道。也罢，其实我也没什么担心的，有修武者的地方就有纷争，无论是上界也好，还是凡界也好，甚至是下界也罢，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但是修武者就是要迎难而上，在厮杀中成长，只有最终活下来的，从斗争中恩怨中脱颖而出的胜者，才能走向新的巅峰。金鹤真仙话到此处，看向楚风的目光开始变化起来，道：我看好你，我相信这百炼凡界不会是你的巅峰，上界也不会是你的巅峰，甚至星域也不会是你的巅峰，晚辈争取不让前辈失望。楚风说道。哈哈，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金鹤真仙哈哈一笑，随后说道。我送你回去吧，那个人也许需要你安慰一下。金鹤真仙说话间大袖一挥，当周围的景物一阵变化之后，楚风再度回到了孔氏天族之中。金鹤真仙并未现身，只是他的声音却在楚风耳中回荡着。楚风小友，后会有期，望在大千上界还能与你相见。这个声音只有楚风能够听得到。就这么走了，万一那个你父亲的仇人没有走怎么办？他还来对付你怎么办？女王大人则有些担忧，而他口中的那个人自然便是那个身穿蓝袍的神秘人。他若想杀我，大可以直接杀我，何必如此大费周折？他不亲自杀我，应该是有着某些原因，导致他不得对百炼凡界的人出手，而就算他还没走，也是无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应该面对，否则我干嘛要出来闯？当初就留在我父亲的身边不就好了？楚风说道。很好，本女王就是喜欢你的这个脾气。女王大人满意的一笑，随后说道。看来那个人还真需要你安慰一番呢。女王大人所说的那个人，自然便是殷明朝
此刻的殷明朝正盘坐在地上，在他的周围摆着几百坛子酒，其中大部分都被他喝光了。想必这些酒是他从某些死去之人的乾坤袋中翻出来的。楚风兄弟，你回来了，快快快，来陪哥哥我喝上一杯。见到楚风，殷明朝哈哈大笑。前辈，子勋一前辈也是有苦衷的。楚风走到殷明朝近前说道：“叫什么前辈？我殷明朝能够脱困，全靠了你的帮忙。从今日起，我们便是兄弟。你楚风是我殷明朝的兄弟，谁敢动你，我便灭他全家。”来，喝酒。殷明朝酒气熏天，他似乎真的醉了，可以他的修为又怎么会醉呢？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酒不醉人人自醉。殷明朝的心中一定很难受，毕竟终于脱困，终于和他朝思暮想的人相见，可是相见之后换来的结局却是永远的分离。他计划了1000余年的梦，在这一刻破碎了。痛怎能不痛？修为再强，终究是人。好，我陪你喝。楚风知道此刻怎么样的劝都没用，索性便与殷明朝喝个痛快，陪他疯上一次。什么人？可忽然之间，楚风将那冷冽的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天际，给我滚下来！而殷明朝更是霸道，只见其大袖一挥，一道身影便自空中浮现，并且直接摔在了地上，强大的力道更是在那地上砸下了一个深邃的大坑。是你？看到这位，楚风目光一动，这个人楚风认识，他是预言大师，竟然是这个老家伙！楚风宰了他！若不是他胡乱预言，孔氏天族又岂会无缘无故的想要除掉你，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女王大人气愤地说道：“你来这里做什么？”楚风剑眉倒竖，冷声问道：“楚风小友，我知道你对老夫心有怨恨，可是老夫也是被逼无奈啊。老夫早就被孔氏天族的族长掌控了，我有把柄落在他的手中，若不是为他预言，那我将身败名裂。”预言大师一脸悔恨地说道：“什么把柄？”楚风问道。预言大师有些难以启齿，看来你曾经也做过见不得人的事情。楚风冷笑道，他一眼就看出来，预言大师所谓的把柄，应该是某些见不得光的事情，被孔氏天族的族长知道了，年轻时犯下的错，我也一直很后悔。预言大师说道：“你专门来此，是来向我道歉的吗？不必了，你走吧，我不会杀你。”楚风说道：“我来此的确是来向你道歉的，只是我来此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想与你说。”预言大师说道：“什么重要的事？”楚风问道。楚风小友，你看。预言大师手捧预言球来到了楚风的面前，这是看到预言大师手中的预言球，楚风也是目光一变，他看到预言球内蕴含着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某些地方他是如此的熟悉，百炼凡界。这预言球内的世界乃是百炼凡界，可是预言球内的百炼凡界却是尸横遍野，大地干枯，万物成灰，甚至隔着那预言水晶球，楚风都能够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压抑。这是怎么回事？楚风问道。这是我刚刚做的预言，预言未来的不久，百炼凡界将有一场大劫，这场大劫将会让百炼凡界生灵涂炭，不仅所有人都会丧生，这百炼凡界也将寸草不生，而能够阻止这场浩劫的人就在此处。预言大师说道。谁？楚风问道。这里活着的人只有咱们3个了，我这种修为自然不会是我，所以若不是你，便是殷明朝大人，你们2个有一个人能够阻止这场浩劫。预言大师说道。少装神弄鬼，我不信你这什么狗屁预言。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我真的没有骗你，你不相信我也要相信这预言球啊，这预言球乃是一位神人送我的，这么多年了，他的预言从来就没有错过。楚风小友，你一定要相信我，你要与殷明朝做好准备，百炼凡界能否延续下去，就靠你了。预言大师说道。这么怕死，那你就躲到上界去啊。楚风讽刺地说道。这一刻，预言大师的嘴角掀起了一抹苦笑，说道：我倒是想去大千上界，只是老夫的修为，想去也去不了啊。果然是贪生怕死之辈，立刻给我滚。楚风瞥了那预言大师一眼，他发现这预言大师根本就没有一个大师的风范，他不过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罢了，哪怕来与楚风说这些事情，也是不想自己遭殃而已。这种人才是真正的伪君子。楚风小友，我知道你对我心存芥蒂，但是老夫真的是好心提醒你，一定要做好准备。话到此处，预言大师又看了一眼那醉醺醺的殷明朝，说道：也一定要与殷明朝大人说。说完这些话，预言大师便拔空而起，手捧预言水晶球离开了。预言大师走了，楚风则陷入了沉思，他忽然觉得预言大师的话不像是假的，一场浩劫又会是怎样的浩劫呢？什么人能够给百炼凡界带来浩劫？莫非是那个蓝袍？楚风想了想，除了上界的人，似乎没有人可以给百炼凡界带来浩劫了。但是想到这里，楚风又忽然看向了手中的邪神剑。虽然邪神剑此刻很是平静，但楚风却深深的知道邪神剑的恐怖，他深深的知道邪神剑也是可以给百炼凡界带来浩劫的潜在威胁。想到这里，楚风便将邪神剑收了起来。楚风兄弟，快来喝酒！就在此刻，殷明朝捧着2大坛子酒来到了楚风的身旁，看着此刻的殷明朝，楚风有一点心疼。看到之前殷明朝与孔氏天族族长的对战，楚风也能够想到殷明朝是一个何等气概的大人物，他的确是一个大英雄，可是此刻的他却这般憔悴，这般的痛苦，而为的则是一个他心爱的人。果然心伤比皮肉伤要痛得多。来，干了！楚风接过酒坛，与殷明朝手中的酒坛碰了一下，随后便一饮而尽。楚风与殷明朝在这里喝了1天1夜，而这里毕竟已经被夷为平地，迟早会有人发现这件事。楚风总觉得一直待在这里不好，于是便带着醉醺醺的殷明朝前往了其他地方。这些日子，楚风与殷明朝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便是喝酒。楚风从未醉过，以他的体质，寻常的毒药都奈何不了他，更何况是这酒。但殷明朝却一直是醉醺醺的，他是真的喝多了，并且越来越醉。楚风一直想要劝他振作起来，
可是又不知道从何劝起。尤其是当殷明朝睡着的时候，口中不停地喊着子薰衣的名字，让楚风对他越加心疼。这种情况下，楚风想到唯一能帮助殷明朝的方法，就是带着殷明朝不停地游荡，选择人烟稀少、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修武者争斗，却又景色宜人的地方，希望能够让这多姿多彩的世界渐渐唤醒殷明昭。楚风不奢望能让殷明朝彻底放下子薰衣，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楚风却希望殷明朝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因为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都必须要好好的活着。那里发生了什么？这一日，楚风本带着殷明朝向一座宁静的湖泊行去，可是，在途中，楚风却路过了一座城池。虽然距离还远，可楚风却能够看到那座城池已是尸横遍野。其实，屠城的事情经常发生，修武者的世界就是如此残酷。可是这座城被屠得有些蹊跷，这座城的所有人几乎都是暴体而亡，血腥之气冲天而起，令人感到作呕。但是这座城内却并非没有尸体，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城里的尸体竟然都是婴儿的尸体。那些婴儿的尸体都有一个相同的特征，他们死得很惨，如同干尸一样。若非要形容，就如同当日孔氏天族内使用了禁忌手段的周氏天族5位太上长老一般。这些婴儿皆是被炼化致死，并且是在活着的时候活生生的被炼化致死的。怎么会这样？也不知道是被刺鼻的血腥之气呛醒，还是被那些婴儿的尸体所惊醒。此刻殷明朝竟然醒了过来，当仔细看到那些婴儿的尸体之后，殷明朝也是目露惊色。那可是婴儿啊，刚刚出生，还没体验过这个世界，什么都不了解的婴儿，可是他们就这样被人活活炼化，死前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